傅家的车已经到门口了，婉婉不嫁，你替她嫁。爸，你说这话之前，脑子是先离家出走了吗？婚约是乔婉婉，彩礼是她收的，婚礼当天逃婚，让我去补位。你当时拍电影在这争番位呢。姐姐，你不是最能说吗？傅晨舟是个哑巴，你嫁过去正好，家里终于能清静几天。你放心，我嫁过去也比你强。你倒是能说话，可惜一句人话都憋不出来。够了，傅家给了投资，今天人必须嫁过去。傅晨舟车祸后说不了话，你不用哄，不用伺候感情，嫁过去就是傅太太，你还挑什么？好家伙，你们都打包打算把我出手了，转头反噬数落我挑客户。乔小姐，傅家不等人。去换！乔家养你这么大，你该还了。行，我嫁，还挺识相。乔婉婉，记住，是你不要的，往后别演我，哭着说本该是你的。这就是乔家送来的新娘，一个性格张扬，一个木讷寡言，倒是天生一对。你嘴这么会说，也没见你坐上总裁的位置，可见会说话没用。乔小姐刚进门，脾气倒不小。我脾气还行，就是听不得狗叫犬吠。你说骂谁是狗？谁接话说谁。会打字啊，那太好了。以后他们再替你说话，我就问你本人。你不说话，不代表他们能替你做主。既然婚已经结了，乔小姐先签一下这份配偶监护授权书。之夏，陈舟现在无法正常沟通，生活和公司事务都需要有人代为处理。你是他的妻子，签了这份授权也是为他好。傅二叔，你这文件写的挺客气，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让我这个新婚妻子把傅晨舟的钱、股份、保底权全交到你手里。你少胡说，我爸是为了我哥好。第一条，配偶授权傅黄远代管傅晨舟名下所有资产。第二条，傅晨舟在傅氏集团所有董事表决权由傅黄远代行。第三条，傅晨舟治疗期间任何重大决定由傅黄远签署。你们管这叫照顾？不过是瞧着他现在这个样子，硬生生把东西捞进自己沟里。乔之夏，你刚嫁进来，不懂傅家情况，别乱说。我不懂傅家，但我懂汉字。你们白纸黑字写着请，我不瞎。之夏，陈舟的情况很特殊，他创伤后失声，情绪不能受刺激，很多时候他没办法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白医生，他是失声，不是死人。你说他不能表达，那我们问他。别在这胡闹！傅晨舟，你要是同意他们拿走你的钱和公司，你就点头；不同意，就眨一下眼。之夏，你这样会刺激他。刺激他的是你们，不是我。我只是问他本人。看见没？他不同意。谁知道他是不是眼睛不舒服？傅景明，少在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乔之夏，傅家不是你撒野的地方。那你们也记住，傅晨舟不是你们签字用的空白纸。他现在说不了话，我替他说。你们不服，就等他自己开口。他以前不会回应这种问题。白医生，那就说明他不是不能回应，是以前没人敢问。哟，傅总，你这屋子是给人住的，还是给蘑菇办年会的？出去可以，你先回答我，你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乔之夏，谁让你开窗的？陈舟不能受阳光刺激。白医生，太阳光叫刺激，那他这3年治的是失声还是吸血鬼？你不懂他的病情，不要乱来。治疗计划第1条，减少外界刺激。第2条，控制社交；第3条，避免情绪波动；第4条，禁止独处外出。这叫治疗，这叫软禁。你嫌我吵可以，但你先听完。你现在不说话，他们就把所有决定都替你做了。开不开窗，吃什么药，见什么人，连你能不能出门都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嫂子，
你少白费力气。我哥3年都这样，跟废人有什么区别？你再说一遍，我这个人喜欢讲道理，但不代表只会讲。你再敢叫他废人，我让你先体验一下什么叫躺着说话。乔之夏，你疯了！疯的是你们，一个人3年不见光，这份特殊照料真是开眼界了。这是什么药？这是医生开的药，你别乱碰。你越紧张，我越想查。这瓶药不是普通安神丸，它会让人反应迟钝，情绪变慢，长期服用会意识调节障碍。陈州有创伤性失声，情绪不能波动，用药是为了稳定他，稳定到3年不说话。白医生，你是治他还是关他？白医生照顾陈州3年，乔之夏，你才来1天，有什么资格质疑他？3年了，他没好，你们不质疑治不好的人，反倒质疑一个开窗的人。你又不是医生。我不是医生，但我明事理。一个医生要是真想病人好，是不会把人困在无光之地3年。陈州，你也觉得我害你吗？这3年是我陪在你身边，你怕黑的时候是我守着你，你做噩梦的时候是我给你治疗。哥不反驳，就是信白医生。他们又替你说话了，傅晨州。你要是信白若宁就点头，要是不信就别动。乔之夏，我问的是傅晨州，不是你。看见没？他没点头，他只是累了。每次杰不和你木易，你就说他累。白医生，病人不能开口，不代表你能替他撒谎。你再这样刺激陈州，我会请你离开傅家。可以，但我离开前会把这药送去傅家，再把结果送到董事会。到时候我都要看看，是我刺激他，还是有人故意让傅氏总裁闭嘴。你车祸的时候求救过，求救后没人来营救，所以他们说你车祸后精神出问题，说你记忆混乱，是因为你说过车祸不是意外。傅晨州，你不是说不了话，你是没人信。从今天开始，我当你的嘴替。嫂子，听说你昨晚在我哥房里待到半夜，怎么，哑巴不会说话，靠手机跟你谈恋爱？你拿我哥东西干什么？查车祸。我哥车祸全家都查过了，你一个外人，别装就是。你们查过？那为什么监控少了9分钟？你知道？我不知道，你少套我话。哥，他现在还没开口，你就已经慌成这样。等他真能说话，你是不是要下跪？陈州长期失星，因病自理能力大幅衰减，日常事务无法正常表达，也无法主持集团事务。下周董事会我会提议由我代行总裁职权。哥沉默就是默认。谁教你的？沉默就是默认？那你上学不写作业，是不是默认自己没脑子？乔之夏，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这份代行职权书签了以后，傅晨州在傅氏所有标准权都归傅怀远。你们说为他好，实际就是趁他说不了话抢公司，是在替傅家稳住局面。3年前车祸监控缺失9分钟，删除权限来自你办公室，解释一下。3年前系统混乱，权限只是经过我办公室，不代表我删除。那就查服务器原档。你没资格查傅氏内部系统。我没资格，傅晨州有，他是傅氏总裁，不是你养的摆设。陈州，别被他带着走。车祸的事你一直记错了，你母亲的死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二叔的错，你怎么知道他觉得是自己的错？别急，你现在说不了，我替你问。白若宁，3年前车祸那天，你到底在哪？白医生，3年前傅夫人出事前，你见过她？见过。夫人当时情绪不好，我只是安抚她，安抚完她就出车祸了。之夏，你不能因为巧合就这样污蔑我。夫人出事，我也很难过。乔之夏，没有证据，别乱咬人。
照片、时间、监控缺失，这些不叫证据。那什么叫证据？等他把当年的车开回来给你看。你说话别这么难听。我说话难听，还是你们做事难看？陈州，这3年是我陪你，你做噩梦是我守着你，你不肯吃药是我哄你。现在他一句话，你也怀疑我吗？傅陈州，你不用看任何人脸色，你信他就点头，不信就别动。白医生，他没点头。把乔治也请出去。董事会前，他不准再接近陈州。陈州，你要是让我走，我就走；你要是不让我走，就拦我。陈州，不可以，不可以！哥，你别逞强了，3年了，你站不起来，也说不了话。你再笑一次试试。我笑怎么了？一个废物！你敢打我？这巴掌是替傅晨白打的。你再说一个废物，我让你今天横着出傅家。乔之夏，你敢在傅家动手？你们敢在傅家抢他公司，抢他说话的权利，抢他的人生，我打一巴掌算轻的。陈州，他会毁了傅家，你不能被他带着走。听见没？不是我赖着不走，是傅陈州让我留下。他只是被你刺激了。你们刺激他3年，他只会越来越沉默。我刺激他1天，他会反抗的。傅景言，你们谁更像害他的？还用我说？明天董事会，我会让所有人看到，傅陈州已经没有能力管理傅氏。乔之夏，你保不住的。明天见。你们不是说他不能表达吗？我会让董事会知道，他只是说不了话，不是没脑子。傅陈州开始反抗了，乔之夏不能去董事会，让他闭嘴。3年前车祸目击者，地下停场 B2，10分钟后见。乔小姐，有人让你明天别去董事会。你们确定要跟我吵？我这人话多，打架的时候也能输出，影响你们发挥。抓住他！说你自愿离开傅家，明天不会出席董事会。可这张嘴，连傅家那群人都没管住，你凭什么觉得你管得住？陈州，他也许只是怕了。董事会明天就要开，他本来就不是傅家人。陈州，你不能出去，你会出事！最后一次，录不录？录你祖宗！傅陈州，哑巴也来救人，你能干什么？要救命吗？陈州，不可以，你会崩溃的！再动，我就让他这张嘴一辈子开不了口。傅陈州，别硬撑！站起来又怎么样？你还不是个说不了话的哑巴？别碰他！你说话了？你能说话？听见没？我老公让你们滚，我补充一句，滚慢了，我让你祖宗18代送你上路。陈州，你刚才只是情绪刺激下的短暂反应，不能代表恢复。你现在必须马上治疗。白若宁，他开口第一句话是护我，不是叫你医生，你还不明白吗？他不信你。傅陈州长期失声，无法独立表达。为了傅氏稳定，我提议由我代行总裁职权。谁让你们进来的？
你不是说他不能表达吗？今天他亲自来表达。他昨晚不过是情绪失控说了几个字，不能证明他有管理能力。陈州开始反抗了，乔之夏不能去董事会，让他闭嘴。录音可以伪造。那伙绑匪已经被抓了，你要不要去警局说他们也是我伪造的？我没有授权傅怀远，傅氏自己管。各位听清楚了吗？他说话了，以后别再替他默认。他说话了，不代表他精神正常。这份报告证明，3年前车祸后他有严重幻觉。他说车祸不是意外，根本不可信。各位董事，看清楚，傅晨舟3年前车祸后出现严重创伤后障碍，伴随幻觉、记忆混乱和表达障碍。他刚才说车祸不是意外，根本不能作为有效证词。如果这是真的，傅总现在确实不适合直接管理公司。乔之夏，你不是医生，看不懂。我不是医生，但我识字。报告第1页写的是3年前出诊，最后1页复核日期却是昨诊。傅二叔，你3年前的病，昨天才想起来补报告。复回是正常流程。主治医生胡建成，病史提供人白若宁。也就是说，这份报告里傅晨舟有没有幻觉，不是他说的，是你说的。陈舟不能完整表达，我作为治疗医生，只能根据长期观察补充病史。长期观察，你观察3年，他越来越不说话，你观察的挺失败的。别在董事会上胡搅蛮缠。我只问3件事：第一，傅晨舟车后有没有做过第1次评估；第二，第1次评估结果是不是正常；第三，这份昨天补出来的报告为什么刚好赶在董事会前？傅晨舟，别急，今天他们拿报告堵你的嘴，我就查报告。董事会不能陪你们玩侦探游戏。傅晨舟的管理权限今天必须表决。傅总刚才确实说出了明确意愿，报告有争议，就先暂停表决，48小时内查清报告真实性。这签名是假的。傅先生的病历涉及隐私，不能随便调。我是他妻子，他本人也在这。胡医生，你怕泄露隐私，还是怕泄露假病历？之夏，你带傅晨舟来医院，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他现在经不起折腾。你来的真快，我刚到医院你就出现了。看来不是我折腾他，是有人盯着他。我只是担心他。看见没？他表达的很清楚。胡医生，你再说他无法表达，就等于当着他的面撒谎。助理，进来一下。患者意识清楚，认知完整，具备自主判断能力，声带无继质性损伤，失声疑为急性心理创伤反应。第1次评估写的明明白白，他脑子没问题。那董事会那份严重幻觉怎么来的？心理创伤会发展，后续评那就调后续评估。后续很多治疗记录是白医生带回去做的居家干预，我们医院只有整理后的报告。也就是说，傅晨舟有没有幻觉，全靠白若宁回来说。什么录音？治疗用的情景唤醒录音，帮助他面对创伤。面对创伤，还是反复吓他？乔之夏，你不懂治疗，就别乱说。我是不懂治疗，但我懂折磨。一个人3年都没好，你还每周给他听车祸录音，你这是治病，还是把他困在那天？别碰他！什么意思？记忆矫正，白若宁，你把他当病人，还是当坏掉的机器？创伤患者会产生错误记忆。陈舟一直以为车祸有人害他，我只是帮他区分现实和幻觉。你说他的记忆错，那证据呢？陈舟，我们再听一次，你会明白，你母亲的死不是别人害的，是意外。你不用再怪二叔，也不用再被乔之夏带着怀疑傅家。你不想听就不听。陈舟，别喊了，没人会来。你这样只会让他永远逃避，逃避的是你。你怕他想起来，才每周给他听这种东西。你说这是他母亲的声音，那就做声文件。乔之夏，白医生治疗陈舟3年，没人比他更清楚他的病。3年治不好，还不让别人查。傅二叔，你是请医生还是请看守？听见了吗？这段录音不是治疗，是造假。这东西我拿去鉴定，谁剪了，谁配了，谁用来折磨他，都会查出来。傅二叔，你拦我一次，我就当你心虚一次。
这段录音不是原始车祸现场录音，至少拼接过3次。女人的声音是傅夫人吗？有一部分是，但关键那句别喊了，没人会来，声纹不完整，像是从别的录音里拼出来的。还听得下去吗？让他闭嘴！能不能比对是谁？需要样本。相似度很高，但背景噪音太大，我不能下最终结论，只能说极有可能是同一人。不是你记错，有人把你妈的声音剪成刀，扎了你3年。没关系，现在这刀我们拔出来。白若宁，录音是假的，治疗录音经过处理很正常，是为了帮助患者面对创伤。那为什么里面有傅怀远的声音？你少污蔑我爸！让他闭嘴！一句杂音而已。你可以说是杂音，但白若宁每周让傅晨舟听这段杂音，听了3年。你们不让他说话，还逼他相信自己疯了。我没有害他，我只是按治疗方案做。谁给你的方案？乔治夏，你拿一份不确定的鉴定报告就想翻案，董事不会信。董事会信不信没关系，傅晨诚信自己就够了。好，我们去见。傅先生，我上次已经把能说的都说了。那这次说不能说的。这是白医生的治疗内容，不归我管。胡医生，第一次评估写了，他意识清楚，认知正常。你要不要当着本人再撒一次？车祸后最初1个月，傅先生确实认知清楚，他不能说话，但能写字，能判断，能表达意愿。那后来为什么变成严重幻觉？胡医生，你可能觉得自己只是签了几份报告，但这几份报告让傅晨舟被关了3年，让傅怀全差点拿走傅氏。你现在不说，以后就去法庭说。是白若宁提交了居家治疗记录，他说傅先生反复出现车祸妄想，傅二先生也要求我们按重度创伤障碍备案。傅二先生就是傅怀远。我有备份，最初的手写评估、用药记录，还有傅先生早期书面表达，都在医院旧档案室，我没敢销毁。带我们去。原来3年前，他就写下真相，却没有任何人愿意相信他。谁发的？我不能再说了，我儿子在国外读书，他们知道他的地址。这个号码你见过吗？你现在倒是很快。少平，现在先保人。又是个傅氏内，傅怀远还真把傅氏当犯罪堆积了。我真的没想害傅先生。当年白若宁拿着傅二先生签字说傅先生精神不稳定，需要保护性治疗，我只是没敢得罪傅家。你不敢得罪傅家，就敢让一个清醒的人被当疯子？我作证。我可以在董事会和医学听证会上说明，傅先生最初评估正常，后续重度报告是根据白若宁提包材料补写，不是我亲自评估。这才像个医生该说的话。胡建成倒戈了。爸，董事会怎么办？若宁，当年的治疗记录里还有不能见人的东西。该处理的都处理了。还有一份夫妇生前录音，放在旧治疗档案里，那份不能让乔治夏看。在哪儿？仁安医院心理治疗档案库。给我拿出来。乔小姐，傅怀远的人进了医院心理档案库。傅晨舟，我们回去。
不好意思，偷东西还挑医院，你们傅家人真是犯罪地点不挑食。要听吗？陈州，如果我出事，别信白若楠，他不是来帮我的，他在替你二叔查我的保险柜。我查到你二叔转移傅氏资产，还和外部资本私下签了协议，刹车系统的检修单有问题，我已经让人去查。你记住，妈妈如果出事，不是意外。你没记错，你妈亲口说了，不是意外。那是治疗资料，你们不能私自拿走。这是傅夫人留给儿子的录音，不是你用来吓他的工具。你不懂，当年情况很复杂，我只是通命行事。听谁的命？为什么？我不想害你，我只是不能违抗傅二叔。你不能违抗他，就能折磨傅沉舟3年。不是我先刹车的，我没有。我们还没问刹车，你倒是先说。傅沉舟先生车祸后第一次评估，认知清楚，具备自主判断能力。后续报告是根据白若宁医生提供的居家记录补写，我没有亲自评估。陈舟，如果我出事，别信白若宁，刹车系统的检修单有问题。一段录音不能证明车祸是我做的。傅夫人生前精神紧张，她怀疑我不代表我有罪。所以你承认他怀疑？精神报告无效。好，你们要查车祸，那就查到底。陈舟，你说刹车有问题，可检修单上签的是你自己的名字，你母亲坐上那辆车前是你确认车辆正常。傅怀远，你少拿假签名刺激他。假签名，那就做笔迹鉴定。做，现在就做。看着我，你没有害你妈妈，有人想让你这么想。这个签名不像写上去的，像什么？像踏叶。这个签名不是正常书写，能说清楚吗？正常签名会有起笔、收笔和压力变化，这个签名墨迹均匀，笔锋断得不自然，更像是用旧签名拓印后再描了一遍。能找到原签名来源吗？拓印时带出了原指纹，原件应该是比较厚的文件纸，边缘有公司水印。傅氏董事文件，你来做什么？继续提醒傅沉舟自责。我来告诉你，原签名可能在哪。3年前车祸前1天，傅二叔让陈舟签过一份海外项目确认书，那份文件后来被收进了傅氏档案室。检修单上的签名，很可能就是从那份文件上脱的。你为什么现在说？你帮过他们？是，我帮过。我给你吃药，我提交过治疗记录，我也帮傅二叔瞒过傅夫人的录音。可是刹车不是我动的，那是谁？我只知道，事故前1晚，傅景明去过车库，文件被取走了。取件记录显示，今天下午，傅景明他要毁原件。傅景明，文件留下。嫂子，你真把自己当侦探了？哥，你别这么看我，3年前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没问3年前你就开始撇清，你们傅家人是不是都有这个毛病？这是傅氏资料，你没资格看。那就交给傅沉舟，他是傅氏总裁。他算什么总裁？3年不说话，3年坐轮椅，傅氏靠谁成长？靠我爸，靠我！凭什么他一张嘴，我们都要把东西还给他？所以，你想我永远闭嘴？景明，把文件给我。你们已经闹够了。3年前那场车祸是一场悲剧，陈舟，你母亲死了，我也难过。可你们现在为了夺回公司，把家里所有人都当凶手，不觉得可笑吗？可笑的是，你们一边说悲剧，一边伪造精神报告、剪录音、拓签名、偷档案。酒之下话太多的人，通常活不久。谢谢提醒，我这个人最大优点就是话多，死前也能把你们罪名念全。
他会去找白若宁。白若宁，你说过我爸会保我，现在乔莎查到我了，你得帮我！你来找我干什么？你疯了！这份原件毁了我就安全，可我爸说不能烧，他还要留着。告诉我，3年前到底是谁让你把我引去车库的？白若宁，你必须帮我！乔治夏查到检修单签名了，他知道那签名是错的。你来找我干什么？你爸让你把原件烧，我不敢烧，那是我哥当年签的海外项目文件，检修单上的签名就是从这份文件上脱下来的。要是被乔治夏拿到，我就完了。你现在知道怕了？3年前我让你别去车库，你偏要去。明明是你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车库拿我大伯母包里的 U 盘。你说那 U 盘里有我爸转移资产的证据。我让你拿 U 盘，没让你碰车。我没碰刹车，我到的时候老周已经在车底下。他说是我爸让他检查刹车，我只是拿了 U 盘。后来我爸让我删车库监控，我才删了9分钟。听清楚了吗？你没疯。车库那晚真的有人动过车。你闭嘴！你再说下去，我们都跑不了。跑？我爸现在要把所有事推我身上。白若宁，你也别想干净。那3年治疗录音是你剪的，是你每周逼我哥听，是你让他相信自己害死了我大伯母。傅景明，别喊，嗓门再大也压不住录音。你们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录下来了。傅景明，你删监控；白若宁，你剪录音；老周动刹车；傅黄远让你们闭嘴。现在还说是傅晨舟的幻觉吗？老周在哪儿？看来你知道。看清楚，检修单上的签名就是从这份文件上拓的。傅景明，你们连害人的签名都懒得重新伪造，真是缺德还省事。我不知道他们拿去做检修单，我只是按我爸说的把文件拿出来。你删监控是谁让你删的？行，我现在报警。你删监控妨碍调查，掩盖车祸证据。你爸未必保你，但警察肯定会找你。是我爸，他说那9分钟不能留，留了傅家会出大事。那9分钟里有什么？车库拿 U 盘，白若宁跟我说车钥匙在大伯母包里，我拿到 U 盘出来，看见老周从车底下爬出来。他当时手里有工具，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检查刹车。我当时没多想，后来车祸发生，我爸让我删监控。你为什么让傅景明去拿 U 盘？傅夫人那天约我见面，说她查到傅怀远转移资产，她让我帮她送证据给陈舟。我害怕傅二叔，就通知了他。我没想他死，我只是把消息告诉了傅二叔。真是天大的笑话！你把一个人的救命证据交给想害他的人，然后说你没想他死。快说，老周到底在哪？老周车祸后拿了一笔钱，离开了傅家，后来一直住在城西老修车厂附近。谢谢。别急这些，你现在说话金贵着呢，留着话留着骂傅怀远。老周在吗？傅家以前的司机周建国。你们找他干什么？3年前傅夫人车祸，他可能知道真相。周嫂，我们不是来害他的，我们是来救他。3年前他收了傅怀远的钱，现在傅怀远要灭口，他还能躲多久？他不在，他早就不在了。我只想知道我妈怎么死的。 3年前。老周回来后天天做噩梦，他说他只是松了刹车管，不知道会死人。他说傅二爷答应，只是吓傅夫人，让他交出 U 盘。松刹车管，这是他亲口说的。他说他后悔，后来傅二爷的人来找他，他就藏起来了。前几天又有人来说你们查到他了，他昨晚被人接走，我也不知道去了哪儿。谁接走的？他临走前塞给我的。 说如果有人问，就给你们。
副市总办就是副怀员办公室。找他。不对，有人比我们先到了。写清楚，3年前刹车是你自己为了敲诈傅家董，跟傅二爷无关。你们最好别过来，我这个人嘴毒，手也不是完全没用。少爷，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夫人。说，3年前傅二爷让我动傅夫人的车，他说只是让车失控，逼夫人交出 U 盘，不会伤人。他给了我50万，还说车祸后会保我家人。可我没想到夫人死了。刹车是你动的，命令是傅宏远下的。是傅二爷，他还让我告诉别人，少爷车祸后精神出问题，说刹车有问题，都是幻觉。这是我偷偷留的转账记录，还有傅二爷当年给我的语音，我怕有一天死了，没人知道真相。你早该拿出来。我怕他们知道我女儿在哪儿上学，知道我老婆在哪儿住。人证、转账、语音都有。回复室。副总，老周被他们带走了。那就让老周变成一个贪钱的骗子。只要东西拿到手，你家人一辈子不用愁。这段录音可以剪辑，转账也不是我亲自转的。老周3年前就因为赌博欠债被傅家辞退，他现在为了钱反咬我，大家不觉得太巧吗？傅二爷，当年是你让我做的，你不能翻脸不认。你收了钱，动了车，现在想把罪推给我。老周，你当傅氏董事都跟你一样蠢。傅二叔，你这招真手。白若宁说傅沉舟疯，傅景明说监控误删，你现在又说老周贪钱，所有证据到你这儿都是别人坏，你最无辜。乔之夏，你嘴再厉害，也改变不了老周有作案动机。行，那就再加一个证据。车祸前夜，傅夫人坐车刹车油管异常处理，付款账户来自傅氏总办。3年前能动傅氏总办账户的人是谁？还有这个，我查到你二叔在转移傅氏资产，他可能要对我动手。你害死我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所有证据都要移交司法确认。可以移交，但在那之前，董事会先暂停你的全部职权。就凭你，凭这些证据，足够了。你以为我倒了，傅氏就稳了？你母亲当年查到的不止我一个人。傅总，傅夫人的 U 盘里有隐藏喷区，你妈真不愧是你妈，留证据都留双重。她很谨慎。傅云涵把傅氏一部分股权质押给境外基金，换取资金。协议上写，如果傅沉舟被认定无法管理公司，境外基金有接管傅氏核心项目。这里还有一份备用条款，如果傅夫人公开协议，傅怀元有权启动紧急转让。所以傅夫人发现协议后，他们才急着拿 U 盘，甚至制造车祸。要看吗？沉舟，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说明我可能已经出事。记住，不要只查你二叔，他背后有人。傅氏的股权被质押给了恒远基金，真正想吃掉傅氏的人不在傅家。你要活下来，也要学会相信人，不要一个人扛。你妈说让你相信人，她眼光不错，至少你现在能相信我。我信你。别突然这么认真，我这张嘴有点接不住。傅沉舟查到恒远基金了，我已经被暂停职权，那你就没用了。你们是谁派来的？告
诉你们老板，富氏协议原件还在我手里，他现在动我，就别想拿到完整授权链。老板说，你知道的太多。哟，傅二叔，原来你也有被人灭口的一天。你们跟踪我，你都快被人打包处理了，还计较我们怎么来的？傅二叔，做人别太讲排场，保命要紧。谁是老板？你以为我会告诉你？你不说也行。恒远基金、富氏股权质押、3年前车祸、精神报告，每一条够你慢慢坐牢。你要是不想一个人扛，就说出背后的人。我妈查到的人是谁？恒远基金真正的代理人是富氏副董事长周少安。你以为他是你母亲救你？当年他一边帮他查账，一边把消息卖给恒远。你母亲死，只是我想让他闭嘴。好家伙，老狐狸装好人装了3年，你们傅家开董事会还是开狼人杀？明天查他。陈州，你能恢复说话，我很高兴。你母亲若还在，也会欣慰。周叔，3年前我妈查恒远基金，你知道吗？知道。她怀疑傅怀远转移资产，我劝过她不要急，可她太固执了。周董这话真有意思。傅夫人查公司蛀虫，到了你嘴里叫固执，那你把消息卖给恒远叫什么？热心中介？乔小姐，你说话很冲。我说话冲，但我不卖朋友。恒远基金接触记录，你的秘书签收过。陈州，你现在刚恢复，不要被外人牵着走。傅怀远供出我是为了减罪，他的话不能信。单看这个是不够，所以我们还查了你秘书账户。车祸后第3天，他收到一笔海外款，金额800万。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我害人，我会找到。那就等你找到再说。董事会3天后重启，恒远基金已经发函要求确认富氏海外项目控制权。陈州，你还有3天。资本市场不听吵架，但听证据。收到。3天后我会让你知道，我不只会成。白若宁还没说完，别摆这副受害者样子。你要是真想结束，就先把话说完。你们还想知道什么？车祸前一晚，你见了周少安，你们说了什么？说，周少安让我把傅夫人手里的 U 盘引出来。他说傅夫人查到的不只是傅怀远，还有董事会几个人和恒远基金的暗线。所以你骗傅夫人见面。我告诉他，傅晨舟也被盯上了，让他把证据交给我保管。他没有完全信我，只把一部分资料放进包里。后来我通知了傅怀远，傅景密被叫去车库拿 U 盘。知道会夫人死了已经晚了。我不知道他们会走下车，如果我不配合，他们会把责任全推给我。我害怕，就帮他们做了治疗记录，剪了录音。害怕不是免罪牌，你害怕他们害人傅晨舟被关了3年。证据。这是车祸前一晚，我和周少安见面时偷偷录的，我一直不敢拿出来。傅夫人不能把 U 盘交给陈舟，必要时让他永远闭嘴。够了，我恨他。该恨，该告也告，你不用因为他哭就心软。你会替我说？当然，但这次你也要自己说。恒远基金已经发来正式函件，若富氏不能确认海外项目控制权，他们会启动接管程序。你刚恢复，说话都困难，不能陪你查家事。周董，你把害死人抢公司叫家事，你这辈子是不是没学过人事？乔小姐，请注意场合。我很注意，要不是董事会，我早骂得更难听。3年前，我母亲查到富氏股权被质押，她死后，我被师生精神异常的报告困了3年。今天，我要说清楚。你能说话，不代表你能证明。周少安让我引出傅夫人的 U 盘，车祸后，他和傅怀远一起让我伪造治疗记录。白若宁是为了减罪胡说。 U 盘交给陈舟，必要时让他永远闭嘴。这也是胡说。陈舟，你长大了，但你还是不懂，
傅氏早就不是傅家的傅氏了，恒远资金的协议已经生效，就算你今天证明我有问题，也挡不住外资接管。你很会说，可明天傅氏的核心项目就不姓傅了，你打算用嘴把资本骂回去吗？骂回去不一定，但我能把你们签的脏协议念给全网听。傅晨舟，该开发布会了。傅总刚恢复说话，傅氏现在公开指控副董事长和境外基金，是否太草率？副总精神报告刚刚被质疑，您现在的判断能力是否能代表傅氏？第一个问题，不草率，我们有录音转账车祸证人股权抵押协议。第二个问题，他能不能代表傅氏？不是你们一句刚恢复说话能否定的。乔小姐，这里是傅氏发布会，不是你个人脱口秀。周董放心，我今天不讲段子，我念合同。各位看第一条，说傅晨舟被认定无法履实，恒远基金有权接管傅氏核心项目。第二条，无法履实的认定人是谁？傅怀阳、周少安以及白若灵提供的医疗报告，也就是说，他们先给傅晨舟做一份假精神报告，再用这份报告启动恒远接管傅氏核心项目。乔小姐，请注意措辞，恒远基金的所有协议都合法。合法？你们拿一个被伪造精神病报告的人当条件，这叫合法？那我明天给你写个昏迷证明，是不是也能接管你家？乔之夏，你没有资格代表傅氏。还有，我授权乔之夏代表我公开协议问题。那我们会立刻发律师函。傅氏若继续污蔑恒远，将承担巨额违约责任。律师函我收了，你们最好多发几个，我这张嘴比较废纸。乔小姐，乔家现在对外声称傅家婚约对象原本是乔婉婉，您是冒名替嫁。如果他们咬死这一点，恒远会借题发挥，说您不是合法配偶。之前所有发言不具备授权效应。嫂子，哦不，可能该叫乔小姐。你这张嘴不是很能说吗？现在说说，你到底是不是？傅景明，你好不容易闭嘴几集，怎么又开始浪费空气？乔之夏，当初傅家要娶的是乔婉婉。你顶替进门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傅二叔，你现在倒想起婚约名分了。逼我签监护授权的时候，你怎么不问我名正不正？哼，你当时签了最好，现在你不签，还坏了傅家大事。她是我妻子，我认的是乔之夏。听见没？正主本人认领。傅总，感情认长是一回事，法律文件是另一回事。乔家放出的婚约确实写乔婉婉，恒远只要抓住这一点，就会要求重新审查配偶授权。结婚登记资料呢？登记是乔之夏本人，但乔家现在说是您胁迫乔婉退婚，抢走了这段婚姻。乔婉婉婚礼当天逃婚，我替她收拾烂摊子，现在她说我抢，她这么会倒打一耙，乔家祖上是开造剧场的吗？我不是不嫁，是姐姐逼我，她从小就嫉妒我。知道傅家有钱就抢走我的婚事。之夏这孩子嘴厉害，我们一家都说不过他。他嫁进傅家后就不认乔家了。乔小姐，您是否替嫁骗婚？乔婉婉，你确定要当众说是我逼你不嫁？姐姐，我不怪你，你现在才是傅夫人，我不跟你争。别急，我手机里可是有你逃婚当天的录音。姐姐，你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吗？我只是想拿回一个说法。说法可以，先听听你自己怎么说。傅晨舟就是个哑巴，我才不要钱。乔之夏不是最爱逞强吗？让他去，反正傅家要的是乔家女儿，不是我陪夫人。录音可以剪辑，之夏，你别害你妹妹。爸，你也在里面，别急。之夏，乔家养你这么大，你该还了。傅家投资不能丢，你替婉婉嫁过去，反正她也不会说话。听见了吗？不是我抢婚，是你们把我推出去卖了。现在傅晨舟能说话了，傅氏危机也快过去了，你们又跑出来说我抢。乔婉婉，你挑男人还看售后吗？乔之夏，你别忘了你是我女儿。你卖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起你是我爸？婚礼当天，我知道乔家换人，登记时，我的妻子是乔之夏。副总，您当时不能说话，如何确认？但我可以写出来。你自己不要的，现在别来哭。傅晨舟不是你嫌弃时的哑巴，也不是你后悔时的奖品。乔家舆论没压住，那就换一条。
攻击乔之夏本人。他不是爱替别人说话吗？让全网都嫌他话多。你今天当众放录音，乔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乔家还有脸？我以为你们早在婚礼当天打包卖给傅家。你现在是傅太太了，翅膀硬了就敢这么跟我说话？我以前没翅膀的时候，你也没把我当女人。姐姐，我知道你恨我，但你也不能毁了乔家。现在网上都在骂我，我以后还怎么嫁人？乔婉婉，你不适合嫁人，你适合去演戏，哭一场比你做人简单多了。行，过去的事不提。傅家之前答应乔家的投资，因为这次风波停了。你去跟傅振洲说，让他把投资打过来。还有，再给乔家1000万安抚费，这件事就算过去。爸，你真行，骂一次不够，现在还想拿我做7天无理由售后补偿？他的位置不是你给的，是他自己应得的。你别被他骗了，姐姐从小就会说，她最会把别人哄得团团转。乔婉婉，我会说，是因为你们从小不让我说，我不替自己说，早被你卖了800回。乔家的投资不会有，1000万更不会有。你们要是再用我和傅晨舟炒新闻，我不介意把婚礼当天的完整视频放出去。难受吗？难受什么？我这张嘴这么厉害，早练出来了。以后有我，不用自己扛。乔小姐，要不要公关压一下？不用，骂我话多就对了。我本来就话多，他们终于说了句实话。你不生气？生气啊，但我一般生气不沉默，我会反击。我来。你刚恢复，别急着发言，现在全网都盯着你，你说一句话，他们能解读出800个版本。那你呢？我不怕。我从小被乔家骂话多，后来做主持被甲方骂嘴快，再后来替人调解被双方一起骂，我有经验。你不该习惯这个。恒远那边买了话题，说乔小姐靠嘴操控副总，还说副总刚恢复，不该被他影响。他们不是嫌我话多吗？那我就让他们听一次完整。第一，我没有抢婚，乔婉婉自己逃婚，录音已经放过了。第二，我没有控制傅晨舟。他3年前能发言，是傅怀远和白若宁把他关成不能言语。第三，我话多不是因为我爱出风头，是因为有人欺负一个说不了话的人，我不说，他就继续被欺负。你们可以嫌我吵，但我问一句，如果你身边有人被欺负、被抢公司、被说成疯子、被迫封口3年，你会嫌那个替他说话的人吵吗？我没有被他控制。是他让我可以再次重新说话。你怎么出来了？你说过，不让我一个人孤独，我也不让你一个人挨骂。你嗓子刚恢复，说2句就行，别逞强。我想说，乔之夏没有抢婚，登记那天我确认过他的名字。乔家把他推出去替价，傅家想让他签授权书，他没有签。他撕掉授权书是为了保住我的权利。我师生3年，很多人替我说话，替我签字，替我决定人生，只有乔之夏会问我愿不愿意。你别突然这么煽情，我这人不太会接感人戏。你会接骂人戏？你学坏了。副总，恒远基金要求明天上午9点前交接核心项目服务器权限，否则启动违约条款，要求傅氏赔偿30亿。发不出去。现在，各位，刚才他们说我靠嘴影响傅氏，现在傅氏真正的麻烦来了。恒远基金要接管傅氏核心项目，原因就是那份脏协议。看清楚，他们不是来投资的，是来抢公司的。明天保项目，明天骂回去，不对，查回去。副总，恒远那边的授权文件确实进了系统。今天9点，如果我们不交接服务器权限，他们会启动违约仲裁，请傅氏按照协议执行。核心项目海外服务器、算法库、用户数据备份全部移交恒远监管。用户数据也要交？监管需要。抢技术还不够，连用户数据都要打包。你们这叫投资，这叫搬家式盗窃。乔小姐，说话注意，协议是傅氏董事会签过的，合法有效。签协议的人里有你，推动精神报告的人也有你。你先把自己洗干净，再跟我谈合。副总，服务器最高密钥在周导手里，当年海外项目是他牵头设立的，
没有密钥，我们无法撤回授权。交出来。陈州，你现在刚恢复，不懂局势，恒远接管是保住傅氏的唯一办法。翻译一下，他不交。还有30分钟，时间一到，我们会强制接管。不交。副总，你确定要违约？傅氏技术不给你们。刘总监，如果恒远强制接管，后果是什么？核心项目会被复制到恒远海外服务器，我们可能再也拿不回主控权。那就停掉外部传输。需要最高密钥，所以你们没有办法。最高密钥是谁设的？最初设立人是傅夫人。傅夫人设的，那她一定留了后手。你妈既然知道周少安有问题，不可能把最高密钥完全交给他。她喜欢藏东西。藏哪儿？他以前说，重要的东西要放在我看得见、别人看不懂的地方。小周，我小明。副总小明挺可爱。别笑。行，小周总裁，第7页是哪本书？这句像谜语，但你妈肯定不是让我们猜诗。这是备用超级密钥，傅夫人保留了撤销周少安权限的最终口令。你妈真厉害。她一直在保护我。现在轮到你保护傅氏。时间到了，请交接权限。撤销。辛苦跑一趟，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傅氏不搬家。副总，擅自撤销协议权限，恒远基金会立刻提起诉讼。你们想告就告，顺便把你们怎么利用假精神报告接管傅氏。你不要以为在网上赢了舆论就赢了资本。我知道，资本不听吵架，资本听钱。那我们就让所有合作方知道，恒远想拿走傅氏核心项目和用户数据，谁还敢跟你拼？整理证据，发给监管。是。陈州，你以为撤销我的权限就结束了？恒远不会撕破试点，只会让傅氏股价崩得更快。周董，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哭的时候说为了傅氏，暴露了又说傅氏会崩。你们这些人是不是都喜欢把自己犯的罪包装成别人不懂事？你看不到那天。今天不是傅氏赢了，是傅氏暂时没被偷走。恒远还会告，周少安背后的人还会来，傅氏还会被骂、被查、被威胁。但你们至少要知道一件事：傅晨舟不是疯子，他没有害死母亲，他也没有放弃傅氏。我回来了，以前我收不了，以后我自己收。怎么了？原来这种事不止发生在你身上，有人不能说话，就有人替他签字；有人病了，就有人说他默认；有人弱了，就有人把他当东西分。你想疯？我以前一直以为我话多只是毛病，乔家嫌我吵，甲方嫌我快，网友嫌我输出太猛。可这段时间我发现，有些人不是不想说，是说不了；有些人说了也没人听。那我这张嘴可能还有点用。很有用。你现在夸人越来越顺了，小心我收费。我付。我想做一个账号，不是八卦，不是卖惨，就叫替他说，专门帮那些被沉默、被签字、被夺权的人把话说清楚。我支持。你不怕我天天上网开麦给夫惹麻烦？你不开麦，麻烦也会来；你开麦，至少有人听见真相。大家好，我是乔之夏。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我话多，以前我也觉得话多不是什么好事，但后来我发现有些人连一不同意都说不出来。
所以从今天开始，这里叫替他说，我不会替任何人编故事，只替那些被迫沉默的人把证据摆出来，把话说清楚。乔小姐，投稿邮箱爆了。副总，您怎么来了？B 区陈百年在哪？我们医院没有这个人。没有？那这封投稿是鬼发的？你们医院 WiFi 还通阴间？副总，乔小姐 ，B 区都是重症康复病人，不方便探视。我们不是来探视，是来确认陈百年是不是被非法关押。乔小姐，说话要负责。陈百年是中风后失语，家属同意在我院长期治疗。我要见他。副总，陈伯年情绪不稳，见外人可能会刺激病情。你们医院是不是有个统一话术？谁要见人，你们就说刺激病情。傅晨舟被你们刺激3年，现在又轮到陈百年，你说家属同意，拿授权书拿不出来？直播？那我现在开直播，让大家看看傅氏医院怎么藏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他们刚才说没有这个人。不能再问了，病人情绪波动太大，必须镇静。你们别动他，每次他想说话，你们就镇静。难怪3年了，他说不了一句。乔之夏，这里是医院。对，这里是医院，不是杀人灭口的地方。陈医生，我是傅晨侯。3年前我母亲出事那晚，是你接的急救车。他到医院时，是不是已经没救了？傅夫人不是当场死亡。韩院长，你抢什么？这纸上写的是病人表达，不是你家丑事。陈百年中风后认知混乱，他写的话不能作为证据。好巧，傅晨舟说车祸有问题，你们说他幻觉；陈百年说傅夫人活着，你们说他认知混乱。傅氏医院是不是只要有人说真话，就立刻给人安排精神问题？我们还没问完。病人需要抢救，家属请出去，再不抢救出了事你负责。先救人。他说了什么？他说你妈到医院时还活着，有脉搏，能说话，还提到 U 盘和函。官方记录写的是到院死亡，那就说明病历被改了。查验是急救记录。副总，陈百年的情况不稳定，今晚不能再探视。韩院长，你现在最好祈祷陈百年平安，因为他要是出事，我第一个查你。3年前急救记录已经归档，医院所有流程都有章可查。副总，不要被一个失语病人误导。那就拿出来。这份是电子病历，我要看原始急救单。电子病历就是正式记录。我问的是急救车上手写的那张，病人有没有脉搏，谁先接诊，谁签字，现场医生写的最早。乔小姐，你很懂流程。不懂，但我会问。你越不想给，我越知道他中毒。原始急救单我见过。吴护士，那天我值夜班，傅夫人送来时还有脉搏，陈医生喊准备手术，血袋都已经推到抢救室门口了。急救单在哪？原件被韩院长拿走了，但我当时怕出事，拍过一张照片。吴护士，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知道，3年了，陈医生被关成那样，我不能再装不知道。韩院长，你告诉我，这叫到院死亡？照片模糊，不能证明真假。那就查抢救室监控。抢救室监控覆盖了，但那晚手术室门口的门禁记录还在旧系统。调出来。傅夫人活着进来，韩院长进来后手术取消，白若宁也在这里。傅夫人活着到医院，急救医生建议手术，你进抢救区后手术取消。韩院长解释，当时傅夫人情况恶化，手术已经没有意义。不是，血袋已经配好，麻醉师都到门口了，是你亲口说不手术，直接放弃。
吴护士，3年前的事儿你记得这么清楚？我当然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还能救的人，被人从手术室门口推走。别被他们带回内湾，我们现在是在查他们，不是在管你。白若宁，3年前傅夫人抢救时，你为什么进抢救区？我当时是夫人的助理，我担心她，担心到让手术取消。不是我取消的。白小姐，当年你带来傅二先生的口信，说傅夫人手里有重要资料，必须先找出来。所以傅夫人还没死，你们不先救人，先找 U 盘？我只是传话，我不知道韩院长会取消手术。是傅二先生让暂停抢救，先确认资料在哪儿。暂停抢救。谢谢韩院长，你这话比我问10句都清楚。傅晨舟，听着，你妈不是因为你没喊救命才死，她是被他们拖过了救命时间。傅恒远，这次她跑不掉。这是陈医生当年偷偷录下的抢救室对话，我藏了3年。病人有脉搏，意识模糊，准备手术。陈舟，别写。若宁，韩院长，傅二先生说先找 U 盘，夫人包里没有，可能在他身上。病人撑不了多久，先找 U 盘，资料找不到，手术没有意义。人还活着，你们说手术没有意义？他还能救，他还能救！精神病，你们不能这样！陈医生情绪失控，带下去。所以陈伯年不是中风失语，他是因为阻止你们才被关进 B 区。我没有，我只是听傅二先生安排。我妈是被你们拖死的。报警，发给董事会，发给监管部门，还有保住陈伯年。今天谁敢给他打1针，我让谁先进警局。谢谢。必须还有人，都是被签了授权的人。还有多少？19个，都是像你一样被关在 B 区。有的能听懂，有的能眨眼，有的能写字。家属说他们没意识，医院就拿授权书替他们做决定。拿 B 区病人名单，名单在韩院长办公室系统里，我们没权限。封存 B 区系统，调名单。 19个人，全部写无自主表达能力。傅氏医院是开康复科还是开哑巴工厂？有些人其实能回应，比如12床的老太太会眨眼，16床的男孩能写字，但只要他们有反抗意愿，医院就说他们情绪异常，要镇静。授权书，这些签名和手印太整齐了。这个老太太右手瘫痪，手印怎么按得这么完整？这个男孩车祸后手指僵硬，签名却比我写字还稳。拓印，很可能是拓印手印和签名，跟你那份检修单一样。不好了，有人在清明区档案！手拿开！原来他们关着这些人，不只是为了控制财产，是在拿他们做人体实验项目。刘浩，查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名义上是帮助失语、昏迷、脑损伤病人康复，实际上采集了他们的神经反应数据、眼动数据、声音尝试数据，数据被传到了海外服务器。恒远，服务器路径和恒远基金有关，所以恒远基金要复试核心项目，不只是要技术，还要这些被关病人的数据。是，这些数据是训练复式神经交互系统的核心样本，没有病人授权就违法。他们跟家属说这是免费治疗，很多家属没文化，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不是不知道，是这些同意书很多都是假的。乔小姐，你们正在非法接触项目数据。根据富士与恒远协议，静默者项目数据属于双方合作资产。合作资产？19个病人的眼睛、手指、喉咙反应被你叫资产？请注意措辞，所有数据均已授权。拿假手印、假声音骗授权，你还敢说授权？你们是基金公司，不是土匪山村。别穿西装就以为抢东西有礼貌。项目暂停。副总，您无权单方面暂停，恒远会申请临时禁令。你们申请你们的，我直播我的，看看你们手段快，还是网友看到19个病人被当数据快。阿姨，你愿不愿意继续这个数据项目？愿意眨一下，不愿意眨2下。
好，我听你说。我们当时签的是康复治疗，不是同意把我爸的数据卖到国外。乔小姐，你这样的引导提问不具备法律效力。那你们拿瘫痪老人拓印出来的手印就有效。你们的法律课是诈骗专业教的。我作证，有病人拒绝过项目，被韩院长安排注射镇静，病历写成情绪失控。控制不住了，乔治夏正在让病人逐个退出。麻烦开免提。你们老板不想听我的声音，我偏要让他听。通知警方和监管部门，封存 B 区全部设备。乔小姐，我爸爸是0期床，他其实能写字，但医院说他是无意识。我们之前想转院，他们一直不让，说我们签了终身治疗协议。带我去。这就是伪造。你们的不同意，不提交。有人从海豚远程删除积木的项目数据，再过10分钟，本地备份也会被覆盖。断网会触发自毁译协议，数据一样会损毁。翻译成人话，他们设计了双保险，不断网海外端删除，断网本地端自毁。这些人做坏事怎么这么勤迈？做好事有这脑子吗？有没有第三备份？按理说没有，但傅夫人当年参与过神经交互项目早期设计，她可能留了审计口。又是你妈？她负责过数据伦理审查。这是什么？人类授权审查？只要启动，系统会强制冻结所有病人原始授权和采集数据。需要最高伦理审查声纹密钥。傅夫人生前设的是这个。保住了。你妈真是太会留后手了。傅晨舟，你以后得多学学，别只会打字气人。我现在会说话，会说也得多练，不然吵不过我。删数据没成功，病人不同意也录下来，授权书伪造证据也在。你现在还要说这些人是资产吗？第一 ，B 区19名病人，并非全部无意识。现场有病人能眨眼，能写字，能用眼控板表达。第二，所谓授权书里多份签名和手印疑似踏影，我们已经提交鉴定。第三，静默者项目数据曾试图被远程删除，傅氏已冻结全部数据，等待监管部门调查。傅氏医院 B 区即日起暂停全部相关项目，病人转院复核授权审核由监管组接管。傅氏会承担医院该承担的责任，也会追究每一个伪造授权的人。陈医生 ，B 区项目停了，你写下来的东西救了很多人。在哪儿？乔家，嫁进傅家是替乔家还债。我爸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傅家的事。我陪你。志夏，怪不得他们卖我卖的那么顺手，原来不是亲生的，打折处理都不心疼。谁让你进救仓的？你来的正好，解释一下，我不是乔家亲生女儿，是怎么回事？姐姐，哦，不对，乔之夏，原来你连乔家人都不是啊！你以前还骂我逃婚，现在看你连替债的资格都没有。你倒是亲生的，可惜亲生也没见你生出个人样。够了！你是不是亲生重要吗？乔家你20多年，你吃乔家的住乔家的，现在攀上傅晨舟就回来翻旧账。重要，因为你用一句乔家养你，逼我替嫁，逼我还债，逼我给你们换投资。你拿养育之恩卖我之前，怎么没告诉我我是你们捡来的？你要不是我们收养，早不知道死在哪儿了。收养不是买卖，傅总，这是我们乔家的家事。别装了，你们把我卖进傅家那天，就已经把乔家的门票撕了。傅夫人放在这里的备份呢？我不知道什么备份。你撒谎的时候眼睛往左瞟，20多年了，连撒谎都撒不明白。别跟他废话。所以你也知道，
林安，可能是名字。说，林安是谁？你不说，我就开直播。标题我都想好了，20年后发现亲爸不是亲爸。你敢？你看我敢不敢？说清楚，对你有好处。我只知道，他叫林安然。20多年前，他抱着你来乔家，说让我们养你，还留下一个箱子。林安然是我亲生母亲。他没说，但你身上有出生纸，名字写的是林之夏。后来我们给你改姓乔。那个箱子呢？卖了。本来就是乔家的东西，你在乔家吃喝这么多年，那个箱子算养育费怎么了？你以为你真的能瞒天过海吗？我以前只是喜欢动作，不代表我不会动手。小姐，你别听他们胡说，那箱子不是给乔家的，是林小姐留给你22岁以后打开的。她说那是你母亲拿命换来的东西。陈妈，林小姐是傅夫人生前的法务朋友，她把你托给乔家，是因为有人在追她。她还说，如果有一天傅家的人来查，就把箱子交给你。那箱子现在在哪？3个月前，乔先生把它卖给了一个姓周的人。周少安。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说只是买旧文件，给了500万。500万？乔家养我20多年，最后连我妈留给我的东西也卖了500万。乔先生，从现在起，你欠我的不是养育恩。林安然，20多年前傅氏法务部核心成员，傅夫人生前好友。他参与过傅氏早期神经交互项目的伦理审查，也负责过恒远基金第1次合作风控。他为什么离开傅氏？官方记录是主动离职，但离职后3个月他失踪了，再之后查不到任何合法身份记录。他把我送到乔家，然后自己消失。这是傅夫人和林安然往来的邮件。林安然提醒傅夫人，恒远基金不只是投资方，他们在用病人数据训练系统。他还提到，如果项目继续，会有人被迫无声授权。所以我妈不是普通法务，她是最早发现 B 区问题的人。他和我妈一起查恒远，一个死在车祸里，一个失踪，证据被藏在乔家旧仓。傅晨舟，这不是巧合。还有一件事，林安然生下孩子的医院是仁安医院，出生记录被删除过，但我找到一份旧登记残片。我以前总觉得自己话多是毛病，现在看来，我可能遗传他。他当年一定也说了不该说的真话，所以才被人盯上。志向，挺好，至少我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我妈有名有姓，还挺厉害。副总，周少安的离境申请刚刚被驳回，但他名下有一艘私人游艇，今晚可能从东港离开。箱子在他手里，他想跑。去东港。周董，跑这么急，箱子里装的是证据还是你的棺材板？乔之夏，你嘴真是不知道怕。怕？我怕你跑得太快，监狱床位空着没人住。你以为你赢了？林安然当年都没赢，你凭什么？凭我比他幸运，我身边有人。箱子留下。陈舟，我看着你长大，你母亲太理想，林安然太天真，他们都以为真相能赢，可真相如果没握在有权的人手里，只会害死自己。你别给犯罪写tor后感，你们害人不是因为真相没用，是因为你们太脏。傅晨舟，抓他！箱子你们拿到了，可里面的数据早加密了，没有林之然的密钥，你们什么都打不开。你是不是有病？刀过来你不会躲？你手臂这么贵，划坏了你知道赔多少钱吗？傅氏总裁出场费都没你流血贵。你担心我？废话，你要是在我面前倒了，我还得一边哭一边骂凶手，工作量太大。我陪你。
之夏，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妈妈没有办法亲自把你养大。妈妈不是不要你，妈妈只是发现恒远和傅氏内部有人在用失语、昏迷和神经损伤病人做非法数据采集。傅夫人想阻止他们，可我们都被盯上。我把你交给乔家，是因为乔家当年欠我一个人情，也因为他们和傅家没有直接关系。我以为那里安全，妈妈错了。如果他们待你不好，你不要替他们找借口。之夏，妈妈很爱你。他知道我会话多。乔小姐，硬盘需要密钥，信里有没有提示？硬盘密钥，是你1岁时说的第1句话。不同意。我1岁第1句话就是不同意，难怪乔家那么烦我。很好。副总，这里面有恒远基金最早的项目资料、B区病人原始授权、被篡改前的医疗记录，还有周少安、傅怀远、韩院长之间的资金往来。这就是他们一直想抢的东西。我是林安然，今天记录这段视频是为了证明无声授权项目从一开始就存在违法风险。病人不能开口，不代表他们同意；家属签字，也不能代替患者本人的意愿。恒远基金要求我们把病人的沉默当成默认，把眼动、指尖反应、头部震动数据全部采集。傅夫人反对，我也反对。周少安说，资本等不起伦理审查。如果我出事，请把这个硬盘交给监管部门。还有，告诉我的女儿之夏，不要怕别人说她吵。沉默有时候不是安静，是被人按住了喉咙。证据链很完整，恒远、周少安、傅还原、韩院长、白若宁都在里面，还有乔家。乔家果然没让我失望，养我收一笔，卖我收一笔，连我妈留下的证据也能再卖一笔。他们会付代价。不急，先把大的送进去，再回来算小的账。证据要怎么公开？开替他说特别直播，今晚不替别人说，替我妈说。我陪你。大家好，我是乔之夏。前几天我才知道自己不姓乔，我亲生母亲叫林安然，是傅氏曾经的法务。她20多年前发现了一个项目，叫无声授权。病人不能说话，却被当成同意。恒远基金绕过伦理审查，傅夫人和我也因此被盯上。我妈说，沉默有时候不是安静，是被人按住了喉咙。B区那19个病人就是这样，傅沉舟也是这样，还有很多人也许正在这样。第一，原始授权被篡改；第二，病人数据被非法传输；第三，恒远基金、周少莹、傅延返、韩院长都有资金往来；第四，乔家收过保管证据的钱，又把证据卖给周少莹。傅氏会配合全部调查，相关项目暂停，B区病人全部重新评估。傅氏不会再把病人的沉默当数据。水军朋友们，排队慢点，你们刷得太快，我骂不过来。说我妈参与项目，对，她参与了，但她是写反对意见的。你们老板没告诉你们，反派名单里没有她，看清楚。我妈20多年前写的是不同意。立刻成立联合调查组，控制恒远基金国内负责人，传唤周少安、穆华阳、韩院长。之夏，你又来干什么？来算账。养你20多年，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第一，22年前你收了林安然的钱，说好替他保管证据，养大他女儿。第二个，3个月前你收了周少安500万，把证据箱卖了。爸，这是真的！你懂什么？你养他不要钱吗？他在乔家吃喝20多年，那箱子本来就该你养育费。终于说实话，你从来没把我当女儿，你把我当一笔长期投资。小时候收抚养费，长大收彩礼，最后连我妈留下的证据也卖尽。没有我，你早死了。没有你，他会活得更好。乔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林安然证据箱去向及相关资金往来。之夏，我好歹养过你，你不能这么对我。你养的是林安然托付给你的孩子，不是给你卖3次的货。姐姐，我不知道那些事儿，我只是嫉妒你。现在乔家完了，你帮帮我好不好？乔婉婉，你到现在还在想自己怎么办？你从没问过，我知道真相后疼不疼？难受吗？难受，但这次
我不会替他们找理由了。以后我不欠乔家了。你有家，我在。经初步调查，富士医院 B 区存在授权审核重大违规，订墨者项目暂停，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恒远基金相关数据合作接受全面审查。我爸能写字，他不是没有意识。谢谢乔小姐，谢谢副总。不是我救了你爸，是你爸自己写下我没签，我只是把这句话递到了该听见的人面前。富士会成立病人表达权保护基金，所有在富士医院接受长期治疗的病人都必须重新确认真实意愿，不能说话不等于没有意见。我曾经也是这样，不能说话被当成默认，说不出来被写成疯子。是乔之夏替我说了第一句，但以后我会自己说。副总，您对恒远基金和周少安还有什么回应？我不同意，不同意他们拿病人做数据，不同意他们用假授权抢公司，不同意他们把陈默等签字，也不同意任何人在替我、替这些病人、替乔之夏做决定。这次我替你说一句。行，副总进步很大，下次可以多说两句。我爸，你父亲当年不是因为病去世的吗？官方说法是心脏病。但你现在还信官方说法吗？不信。好吗？本来以为打完傅少安恒远资金这案能喘口气，结果你爸又出来了。你们傅家真是豪门连续剧，一季不够还要续编。怕吗？怕啊！我怕再查下去，发现我小时候尿床也跟恒远有关。但是怕归怕，查还是要查。我妈、你妈逼区那些人，他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停在这里。你1岁就说不同意。看来我从小就有职业规划。以后不用你一个人不同意。乔小姐，今天又收到300多封求助，有病人授权，有老人房产，有儿童监护，还有公司股权代签。排队，证据清楚的先做，没证据的帮他们找。我们不编故事，只帮人把话说清楚。副总，你来视察。富士表达权基金第1期拨款，还有律师团支持。这么大方，你收费很贵。准备好了吗？那我开麦了。